Hello，大家好，我是 DB。最近我使用了一段时间爱快路由器的 VLAN 功能，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蛮重要的，值得我们为它出一期视频。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爱快 OS 里 VLAN 的一个基础的使用教程。然后这边需要提出的一个点是在传统意义上 ，VLAN 一般会搭配一台3层交换机去使用。但是在一个新手视频里，如果我们用这么重的设备搭配，好像门槛有点太高了，所以我做了一个轻量化的方案，就是用 WiFi 加爱快路由器的 VLAN， 实现一个 WiFi 级的VLAN 隔离，这样呢就把入门的门槛拉低了一点。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什么是 VLAN？ 在说 VLAN 之前，我想先引入一张传统的家庭网络拓扑，这个图和我们之前视频里出现的很像，都是从光猫到主路由，然后主路由下接1、2、3、4、5台设备。这里特别提出4和5是通过 WiFi 连接的，分别是主人和客人的手机。好的，我们把这张图给它抽象化一点，我们把家理解成一个大房子，然后这个房子里面呢放了5台设备，这5台设备可以拿到点1这个 IP 段的 IP， 然后它们可以相互之间通讯，然后也可以通过下面这个门来访问互联网。然后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拓扑图上引入 VLAN 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么就很简单，用一个红色的框框把05这台设备给它框起来就好，然后它的 IP 段从点1到了点31，然后它在这个点31这个 IP 段里，它只能和这个 IP 就是这个点31这个框里的设备进行通讯，然后只能通过这个门去访问互联网，它不可以访问主人的那些设备。简单的说 ，VLAN 的作用就是隔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隔离的房间，没有任何问题。然后 VLAN 的工作原理也很简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点1 IP 段里的点2这台设备和点31 IP 段里的点2这台设备不通，因为它们不在同一个 IP 段，这就是 VLAN 的一个原理。对于这期视频来说，你知道这个原理就足够了。然后这期视频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使用 VLAN 功能来做一个隔离的游客的 WiFi 系统，就是说游客到我们家是可以直接去使用我们的访客 WiFi， 然后来直接上网，但是它不可以通过这个 WiFi 连接到局域网里的主人的 NAS 呀或者电脑呀这些设备，做了一个隔离，就是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边在开始之前还可以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就是说你可能需要用的 VLAN 是多个，但只不过这期视频我做的比较简单，我没有划分更多的 VLAN 来做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新手教程够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把这个就是高度再拔高一点来做后面的事情。好的，原理讲完了，我们来开始干活。首先打开爱快路由器的后台，登录进来以后点网络，点 VLAN， 这边我已经新建好了，我带大家过一遍。首先你要点新建，这边我视频里用的是31网段，所以我 VLAN 的 ID 用的是31，然后这个名称我也写的是 VLAN 31。如果你用的是32，你就把它改成32。传统意义上大家都会坚持就是会遵守这么一个约定。然后这边的 IP 地址就写点31.1就好，然后子网延码是 255.255.255.0。然后它的线路选 LAN1，LAN1 是什么？不要着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然后这边有一个注释，我注释就是局域网内部仅上网，无法访问其他设备。这个都 OK 以后点一个保存，就是 VLAN。这个 VLAN 你设计好了，但是它现在还不能用，所以我们第二步要做的事就是 DHCP。我们选择 DHCP 服务器，在这边呢 LAN1 有一个 DHCP 服务器，应该是默认的。然后我们需要为 VLAN 31也建一个 DHCP 服务器。它属性是什么呢？首先服务接口选的是 VLAN 31，然后第二个给的 IP 地址我是给了点2到点99，你这边最大可以填254，但是我一般觉得填个100个 IP 足够了。子网延码还是3个255一个0，然后网关写的是 31.1， 和这个 VLAN 保持统一，然后 DNS 随便改，租期这些随便改。检查接口 IP 有效性，打开，然后线路选择全部线路，你这边有多少就选多少，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自定义选项里面没有任何的调整，全部为空，然后点保存，这样 DHCP 就有了。我们都讲完，然后来讲这3件事分别是干什么的。然后打开 WiFi 的设置，
然后 WiFi 这边有一个 WiFi 名称设置，这边打开以后，我 2.4G 没有开，我直接开的 5G，5G 打开以后，我有两个 WiFi，一个是 I/5G， 一个是 I/5G/3.1，它们就是都是相同的安全类型，都设置了密码，然后接口类型一个是绑定的是 LAN 1，一个是绑定的是 VLAN 3.1，这样连接这两个 WiFi 可以拿到不同的 IP。好的，我们来快速的过一遍。VLAN 这边是新建了一个 VLAN， 但是 VLAN 没有办法独立去使用，所以我们给 VLAN 做了一个 DHCP， 就是说对连入这个 VLAN 的设备进行分配 IP， 上面呢是分配点1 IP 段，下面的这个3.1是分配3.1 IP 段，做了一个隔离。然后这个做完了以后，我们还需要配置 WiFi，WiFi 配置好了以后，接入这个 WiFi 的拿到的 IP 就是点1，接入这个 WiFi 的拿到的 IP 就是点3.1。好的，说明白了，很简单，对不对？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首先，我现在接入了这个 I-5G， 然后它的路由器就是网关的地址是点1.1，拿到的 IP 地址是点1.52，然后我的那个网络里有一台 NAS， 地址是点1.2，我们就以它来做测试。我们打开一个命令行，输入 pin192.168.1.1， 先拼路由器。路由器是通的，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来拼 NAS 也是通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这个就说明在点1这个网段里，设备之间是可以互通的，对吧？然后我们现在来切换我们的网络，切换到点3.1，我把那个 IP 调出来。这边可以看到我已经拿到了点3.1.2这个 IP 地址，然后它的网关也是点3.1.1。这时候原理上我们进入了点3.1这个小房子，对不对？就是这个 VLAN 里面。那我们来继续用拼来做测试。所以我们先来拼点1啊，点1是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路由器，它是控制上网的，还记得吗？是那个绿色的门。好的，然后我们现在来拼点2，哎，点2它还通，这就不太对了。这就是我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那个 LAN 1的这个设置。我们回到内外网设置，这边有很多东西。内网网口里面有一个 LAN 1，看到了吗？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点开。点开以后，上面没有任何我们需要看的东西。你看下面它有一个默认的选项是允许其他局域网设备访问这个 LAN， 我们把这个关掉，然后点保存。这时候我们再回来拼点2，它就已经不通了。就是等于说这是爱快给的一个基础的，就是兼容性的一个设置。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拼点1，它是通的。为什么通呢？它是连接那个互联网的那扇门，就是说这个是一直是通的。如果它不通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上网的。好的，这边说完了。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首先我在这期视频里只展示了一个个人网络的这么一个 WiFi 的 VLAN 设置，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引申方案，比如说用 VLAN 来隔离孩子和家里成年人的网络的一些功能上的隔离，比如说你还可以用 VLAN 来隔离公司的不同的部门，那这就到了一个工作的场景。但是这些场景的使用呢，都会需要额外的硬件的支持，所以不适合一个就是入门级的一个视频里来使用。然后在 VLAN 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流控。记得 VLAN 的特点是什么吗？ VLAN 的特点是 IP 段的不同。我们基于点1这个 IP 段和点3.1 IP 段，或者说对于特殊的设备 DHCP 我们可以固定设备的 IP 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就是基于固定的 IP 地址来做一些操作，甚至 MAC 地址啊来做很多的操作。然后你如果要做批量的操作，就把它放到 VLAN 上去，就是会特别的方便管理的这么一个工具。好的，这就是这些爱快 OS 新手系列视频关于如何使用 VLAN 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 谢谢。